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打戏可以说是古装剧的一大看点，除了看导演的运镜、武打设计之外，演员的身段、眼神是否到位也很关键。以前打戏是行云流水，需要提前进组训练。现在打戏全靠特效慢动作，特别是看完《雪中悍刀行》和《新倚天》，不少人对武侠剧的打戏都直呼失望。唱千年古调，梦回到今朝。失望归失望，新生代演员里还是有几位打戏出众的，他们都是颜值和演技并存，而且打戏看着十分过瘾，甚至让一众观众看得口水直流。他们的打戏究竟有多牛呢？接下来以太就带大家一起来扒一扒。最先出场的必须是三十弟弟，星汉灿烂都看了吗？大家有没有被荷尔蒙爆棚的凌不疑撩到呢？赵露思为吴磊拔剑的那场戏，吴磊反手砍断自己身上的剑，飞身上马，单手拎起长枪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帅气利落。收服！遇匪剿匪，遇敌杀敌。可以说吴磊的基本功从小就很扎实。出演《琅琊榜》时，他才不到14岁，但是在剧中的打戏可是一点都不含糊。瞧这临危不乱的小眼神，还有这闪身一躲，这一帅气的下腰和回身，一套动作真的丝滑无比，还有出拳的速度和力度，真的小年纪爆发力就惊人。在《奇经记》里，他也贡献了精彩打戏。年华，红尘看不破，心可放下。这拔刀的姿势，冲上前去的霸气，挥刀砍下时的干脆利落，还有最后这个反手杀，真的太飒了。最绝的当然还有影里的一把大刀，耍的是天花乱坠，不管是上劈还是下切，或者是漂亮的转身，真的兼具了飘逸和力量。尤其是那个转身砍下去的动作，肉眼可见的能看到身体下倾下去的压迫感。如今的吴磊出演的角色也是越来越硬汉，打戏上呢也是越来越老练。打戏同样让人惊艳的还有美人师兄郑业成，他不仅能用自己的身材撑起飞鱼服，把飞鱼服甩起来，因为不用替身，导演呢也敢给远景镜头，切到脸就是演员，全程行云流水，看得人非常舒适。还有剧中这经典的飞檐走壁的动作，漂亮干净，大气磅礴，太有架势了。而且飞起来的瞬间，在空中的走位更是绝了，一把道具在他手里愣是被舞出了花了。抬头刺下去的那个动作更是被惊艳到，这眼神手臂上的爆发力真的是古偶打戏的天花板呀！他基本功是真过关，像这种港版演员脸拍进去的转刃真的不多了，甚至有些桥段丝滑让人以为是刀上掉了个威亚，好多人觉得是特效，其实都是郑业成自己空手转的。不仅能空手转刃，他还有巨多小的武打动作设计，比如背后接刀。再细看他武打群戏的拍摄花絮，就明白好多武器的使用姿势和手法，郑业成都很熟。就说这个翻花刃炫死谁了，所以很能不夸哎。接着去考古了一下他之前的古装剧，发现郑业成的武打输出一直都很稳定，依旧是给剧组省掉手替的转刃，绝活凌空转剑，单手双手都能来，换成扇子也照样行云流水，起势落地都相当一气呵成，确实很帅了。后来查了一下，惊讶的发现郑业成果然是有真功夫在身上，从小就练京剧童子功，10岁考入上戏附属中学练武生，大学念的也是名牌科班的京剧表演系，所以这种程度的翻转跨越，对台上操起家伙就这样的他，日常训练是这样的他，综艺节目里是这样的他而言，完全就是小菜一碟。在内娱打戏很长一段时间都这样 and 这样，真的很能理解为什么能在吹郑业成的古装打戏了。成毅的打戏也可以放心吹，在青云志期间他的打戏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但身段还是差点意思，被网友弟子虎背熊腰。后来成毅为了琉璃痛减20斤，打戏更有了质的提升，仪态周正，动作有力度，仙侠剧被拍出了武侠剧的感觉。
先说动作方面呢，真的是势如破竹，一气呵成，非常带感，是形神兼备的一种美。有舞的飘逸在里面，又有打的力量感。不仅如此，程毅演打戏时，就连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戏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肃杀的气氛，简直太带感了。其实程毅自己并没有学过武打，也不是舞蹈演员，他的武打戏能做到如今这一点，大多是因为他自己的好学。看花絮，他为了拍出效果，硬生生被吊在空中旋转了 N 圈。这段13届大戏，连招行云流水，兼具美感与力量，算是程毅全剧最高光的时刻了。《前沙》里的小哥张起灵也是程毅凭借打戏消除了质疑，不论是花絮还是实拍都非常飒。据说为了拍这个镜头，他提前拉筋锻炼，硬是练出一字马来。新剧《沉香如屑》里，他也有非常惊艳的表现。95后新人演员肖宇良从打戏到眼神、长相，最符合三叔笔下的张起灵及武力值的天花板。人间看不见的角色，空中一字马、剪刀腿、抡拳、挥刀、二段踢、膝踢，非常有力道，甚至看不出吊威亚的痕迹。难怪观众纷纷留言，很久没看到这么酣畅淋漓的打戏了，绝子。肖宇良本人学过10年舞蹈，成绩优异，且小时候学过武术，所以他拍打戏非常得心应手，动作快，姿态美，或蛇形走位，或圆形走位，收放自如，身手担得起漂亮2字。这版张起灵除了打戏好之外，微表情也很到位。还有这满屏的腿，不得不感叹身材比例太好了，简直漫画成精。同样学舞蹈出身的罗云熙拍打戏也是自带优势，动作优美又不缺力道，香蜜沉沉烬如霜就是最好的代表。剧里面的润玉白衣飘飘，仙气四溢，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真神仙。而与穷奇恶战的那场戏，罗云熙的打戏干净，手劲利落又充满力量感，却时刻身姿挺拔，整体观赏性极佳，流畅舒服。这是他提前进组1个月的打戏训练花絮，最后貌似累得在垫子上睡着了，可见罗云熙的认真程度，他不红谁红？另外，本人又亲自配音，也就是说润玉能火绝不是意外。无妨爱我淡薄，但求爱我长久。后来的月上重火，多少人被这段扇子对打戏吸引入坑。潇洒肆意，动作灵动，腰背挺直，直上而立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月上重火虽然剧情稀巴烂，但罗云熙的上官透绝对满分。看似文弱的朱一龙，实则也是拍打戏的好手。叛逆者里的林南生动作戏不多，但有几场特别真实，快准狠，拳拳到肉。果然是小时候学过泰拳的猛男。另外，在他未成名之前，拍过一部武侠戏，那就是《新边城浪子》。即便整部剧呢评分一般，但朱一龙的扮相、身段、打戏都勾起了大家的想象。长刀入鞘，黑衣红发带，动作娴熟，水里打架加耍双刀，整体动作利索干净。再加上朱一龙眉眼里的戏，配上一句台词：“我的刀不是用来看的”，尽是浓浓的老式武侠韵味。可见他最后能红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演技好，长得好，打戏还好。可惜剧本后期崩了，感情戏太多，浪费了好看的打戏。大爆剧陈情令的打戏基本都是不靠5毛特效的，虽然肖战的银铃老祖武打场面不多，但是他还是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亲自上阵，一次次试练武术动作，直到达到自己最满意的效果。他的武打动作干脆利落，不拖泥带水，而且一脸酷毙的表情。相比于陈情令里的武打戏份少，玄幻 IP 大剧《斗罗大陆》里肖战的打戏量很大，化身空翻小能手的肖战一招一式带给人行云流水的感觉，而且每一个动作表情都和武打招式完美衔接。王一博在《陈情令》里很多大量打戏也都是他亲自上阵，虽然他没有学过武打，但是他凭借着精益求精的态度，还是带给我们一场武打盛宴。面对群敌，沉着冷静，一把夺过对方宝剑，将对方打退，整套动作酣畅淋漓，而且还是单手挥刀斩人的动作也是毫不留情，下刀是又快又准又狠，身形摆动不显得僵硬，而是很柔软。
所以招式非常干脆有力。打斗中，当宝剑换成扇子，王一博一个轻盈转身，手转扇子，姿势优美的挡过对方的宝剑，淡定从容。毕竟是练过舞蹈的，王一博身体柔韧性非常强，所以对打起来也是美感十足。任嘉伦不仅颜值高，而且在剧中的演技也属一级棒，尤其剧中很多精彩的打斗场面，让人直呼久违的武打戏又回来了。没有特效，没有慢动作，任嘉伦的每一个招式都充满力量。他虽然不是武行出身，但是在剧里的近身搏斗的招式十分果断利落，而且空中连环踢也是力道十足，左右搏击外加腿踢，将对方打得狼狈不堪。这一套招式耍下来，丝毫看不出任嘉伦是业余。除了近身肉搏的戏非常精彩以外，任嘉伦的剑术也是花招不断。只见剑在他手上灵巧的旋转几个圈，然后他一把将剑反击，并准确阻挡了对方刺过来的剑。这个剑花玩的实在是漂亮，配上犀利的眼神，更让人回味无穷。古装剧拍不停的徐凯几乎每部剧都在打，先前玄脸英柱的杀青影片曝光了他的打戏，剧中徐凯的武器是长枪，耍枪的动作简洁有力，一步到位。你还知道哪些打戏出众的新生代明星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